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都之夜，两位颜值天花板，41岁的唐嫣和35岁的谭松韵成为焦点。成都之夜，第2届金熊猫奖红毯成为娱乐圈焦点。41岁的唐嫣和35岁的谭松韵同场竞技，以截然不同的美感征服现场。一个是以骨骼优势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骨香美，一个是凭借皮肉饱满惊艳众人的皮香美。这场颜值对决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，更引发了关于哪种美更胜一筹的热烈讨论。第2届金熊猫奖是中国创办的国际性文化影视综合类大奖，旨在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，表彰优秀影视作品和文化人物。这一夜，成都群星荟萃，众多明星亮相红毯。唐嫣凭借《繁花》中汪小姐一角荣获最佳女主角奖，领奖台上她笑靥如花，手捧奖杯的模样见证了多年沉淀的演技实力。谭松韵作为颁奖嘉宾，与李晨共同亮相领奖台，两人都身穿黑色礼服，气场十足。活动现场，谭松韵还被当地观众夸赞：“这个女娃好乖哦。”唐嫣以其出色的骨香美成为红毯焦点。她身穿抹胸包臀裙，扎着低丸子头，戴着发饰，看着非常贵气，宛如白月光。谁能想到这位女星已经41岁了？她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，五官优越，身材曲线也很完美。唐嫣的骨香美表现为骨骼立体，比例优越，颧骨和下颌角线条清晰，侧面看立体度高。这种骨香美最大的优势在于骨骼能撑住皮肉，越老越有型，35岁后依然轮廓清晰。在爱与事业的滋养下，唐嫣正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，诠释着成熟女性的无限可能。谭松韵则以出色的皮香美赢得注目，她身穿黑色深 V 吊带纱裙，就像是舞台上的黑天鹅。她曼妙的身姿用层叠薄纱与漫天白羽点缀，宛如暗夜精灵般高贵典雅。花苞丸子头盘发搭配碎钻发饰，结合全包上扬眼线与裸色唇妆，颠覆往日甜美风格。谭松韵的皮香美表现为皮肤饱满细腻，五官线条圆润柔和，苹果肌紧致饱满。她有一张娃娃脸，皮香美得很突出。几年前出演高中生《最好的我们》毫无违和感，到现在去饰演大学生也没有违和感。谭松韵一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，很少看到她宣传，却能不经意间穿出不一样的风格，也不怎么参加综艺，却一直片约不断。什么是骨香美和皮香美？骨香，顾名思义就是面部的骨骼轮廓，还包括肌肉、韧带、深浅部脂肪垫等支撑和维持面部轮廓的重要因素。骨香美最大特征表现为骨量较大，骨骼饱满，五官更立体，正面的颧骨较为明显，能支撑住中面部区域。侧面看轮廓线条有清晰的4高3低，起伏感较强。皮香主要是指外层皮肤的构造，主要包括表皮层和真皮层。皮香美则侧重于皮肤的质感，皮肤表现为整体光滑细腻紧致，没有明显下垂、满满胶原蛋白的感觉。相对而言，整个面部的骨骼线条感少一点，棱角感不是很明显，线条走向流畅干净，整体给人元气幼态的感觉。骨香美和皮香美在衰老过程中表现出明显差异。骨香美的衰老最明显的是凹陷感，随着面部骨骼的吸收和萎缩，导致整个皮肤、脂肪垫、肌肉出现位移。如上颌骨吸收萎缩，会导致面部中央稍微往下凹陷，上牙槽往前凸。还有大家都在意的法令纹、面部容肌的缺失、深部脂肪垫的萎缩和下垂，加上颧弓韧带等支撑力度不够，会导致面中部下垂形成法令纹。
皮香美的衰老特征则是皮肤质感变差，胶原流失后会导致毛孔粗大、斑点、细纹、松弛等情况。总体来说，皮香美容易让人第一眼惊艳，而古香美则会比较耐老，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无论是古香美还是皮香美，都是各有特色，两者的区别在于其颜值高峰发生在不同阶段，并无高下之分。古香美适合走前卫路线，穿搭妆容重视简约质感；古香美的人适合淡妆，年龄增长后形象更沉稳。皮香美可强化氛围感，用卷发、腮红、亮色口红打造第一眼美人印象。皮香美的人需要重视抗衰保养，通过发型、妆容强化氛围感。关键不在比美，而是找到适合的风格。比如皮香美的代表可以靠发型和妆容放大甜妹特质，古香美的代表则用利落穿搭和清透妆容强化清冷形象。通过轮廓、五官和衰老趋势的分析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类型。怎么判断自己是古香美还是皮香美？核心在于骨骼与皮肉的平衡。专业人士指出，无论是古香美还是皮香美，都是各有特色，两者的区别在于其颜值高峰发生在不同阶段，并无高下之分。双引号，古香美人如唐嫣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优势会更加明显。她们的骨骼能撑住皮肉，35岁后依然轮廓清晰，衰老仅表现为细纹增多，但脸不垮。而皮香美人如谭松韵，则需要更加重视抗衰保养，但她们的优势在于能够轻松打造强烈的氛围感，用卷发、腮红、亮色口红塑造第一眼美人印象。2. 金熊猫红毯上瘦成纸片人的谭松韵，怎么脸还跟少女一样满满胶原？9月13号金熊猫盛典的红毯，一开场就被谭松韵抢了风头。不是因为礼服夸张，而是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透着一个反差感，身形瘦得像一阵风能吹走，结果一抬头，那张脸还是圆圆的，饱满的像刚咬了一口的苹果。连旁边的摄影师都忍不住嘀咕，这脸和身材好像属于两个世界。双引号，听说她为新剧很下心，在2个月里硬是甩掉大概15斤肉，腿细得像竹竿，肩线平到可以挂衣服架，可偏偏脸上那2坨苹果肌纹丝不动，笑起来还是满屏的胶原蛋白。有人调侃，你们减肥是全身一起，她是身体走了，脸单飞留守。双引号，那天她梳了个丸子头，不夸张地说，简直像动漫里走出来的人物，头型饱满，发际线乖巧，丸子又圆又紧，一点不塌。她这种娃娃脸真是得天独厚，时间好像对别人是刀，对她却是橡皮擦，连皱纹都绕着走。说实话，谭松韵的红毯造型从来没失手过，不是那种一眼惊艳10秒就忘的，而是细细看很耐品，越看越顺眼的类型。她的造型师也算懂她，衣服基本都贴合她的气质，甜而不腻，有点俏皮又不失质感。别说圈外人，就是圈内人走红毯碰见她，也会在心里感叹一句稳。网友还爱给她合照金麦组 CP， 不是戏里那种，而是长相类型的对照组，从青涩时期一路进化，越长越漂亮。以前可能觉得就挺普通，但某个瞬间再回头看，突然就会发现，咦，她什么时候这么有味道了？而且那股气场一点点在长，现在的她站在人群里，安安静静就能让人注意到。娱乐圈的女明星不少都是那种标准瓜子脸，精致是精致，可放一堆照片在一起，分分钟能认错。像谭松韵这种圆脸，辨识度天生在线，还耐看。更关键的是她年纪早就3开头了，结果你让她穿校服去演个初中生，根本没违和感。说假装学生好像还贬低她了，人家是直接把角色演回真学生的味儿。
开会的时候可以是干练的职业女性，转头换个造型就能变身邻家元气妹，切换自如。她现在手里接的几乎都是大女主剧，戏份核心都压她一个人身上，这种资源可不是谁都能稳拿的。外界说她既是演员又是自己的老板，难怪行事风格更低调，不靠炒作维持热度。但也正因为低调，她的剧更新频率不算高，1年多没见她的新作，让粉丝直呼快憋坏了。大家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她在《以家人之名》里的李尖尖，那股倔强又温暖的劲儿，仿佛量身打造过。她把人物那种缺爱孩子强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很多观众看完直接路转粉。不过说到她的私生活，有个细节总能惹人心酸，妈妈早些年因意外离世。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她在人前总是笑嘻嘻的，可每当聊到家人话题，眼角那一点点失意是藏不住的。网友会心疼地说，如果妈妈还在，看到女儿这样闪闪发光，该有多骄傲。至于她这次暴瘦的幕后原因，有评论者揣测不仅仅是为了新剧，也可能是状态调整。但支撑她站在红毯中央发光的，不只是身材管理那么简单，那种少女感不死的底气，是演出来的，也是活出来的。有趣的是，盛典现场有路人爆料，看她走完红毯回到后台，第一件事就是解开礼服上的收腰扣，大口喝水，还跟助理咬耳朵笑，坐下的时候差点断气。那画面一出，顿时破了很多人对女明星在红毯上的冻龄女神滤镜，原来她们的美也是硬生生靠憋着一口气撑住的。坊间还有小道传闻，说谭松韵手里已经压着2部大女主戏，其中一部还是现代都市情感剧，只等档期安排，一旦播出，不出意外又是刷屏的节奏。至于是不是真的，吃瓜群众茶余饭后都爱这么聊，你信不信就看自己心态了。